第1080章到手。在天毒蝎龙兽脑袋爆裂而开的那一刹，正在与小医仙交手的那2名胖瘦强者也是有所感应，偏过头望着远处地面上那庞大的冰凉尸体，脸色也是陡然巨变。2人目光望着天毒蝎龙兽的尸体，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对于后者的实力，身为属下，他们再清楚不过。在这洛神剑中，即便凶恶的毒物数不胜数，但天毒蝎龙兽的实力也是能够名列前茅。以往不乏一些人类强者前来挑衅，但他们最后的下场却是只能成为这片地狱的一杯黄土。这些年中，天毒蝎龙兽的凶名几乎是无人敢惹，可今日出现的这一幕，却是令得天毒蝎龙兽那凶名彻底烟消云散。身材干瘦的那名黄衣男子目光闪烁地望着天毒蝎龙兽的尸体，然后再看了一眼萧炎等人，喉咙滚动了一下。那3人中除了萧炎之外，其余2人都是给予他一种极端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以前只在天毒蝎龙兽身上感受到过。很显然，这2人也是与天毒蝎龙兽同等级的存在。不知道首领如何得罪了这等强者，竟然被别人杀上门来。黄衣男子目光急速闪烁，心中念头急转：你们竟然敢对首领下杀手，蝎龙族定然不会放过你们。那身体如小山丘般肥胖的强者在呆滞了片刻后，终于是回过神来，怒吼道：干侯，动手为首领报仇！听得他的吼声，那黄衣男子目光闪烁加剧，旋即猛地一咬牙，沉声道：你要找死，我可不奉陪。话音一落，他脚尖一点地面，闪电般的倒退，仅仅几个呼吸间便是化为模糊身影，消失在远处。见到黄衣男子居然临阵脱逃，那肥胖男子也是一愣，旋即脸色涨红，怒骂道：你这胆小之辈，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来动手？在他怒骂间，小医仙莲步轻移，缓缓而来，美目瞥了一眼前者，微笑道。见到小医仙缓步而来，那肥胖男子脸庞顿时一阵哆嗦。经过先前的交手，他已经明白，面前这看起来不足他手臂粗壮的女子，实力却是异常的恐怖。即便是他与干侯联手，也只能勉强抵御，更何况如今干侯临阵脱逃，以他一人之力，如何会是小医仙的对手？蝎龙族不会放过你们的！脸色变幻间，那肥胖男子终于是一声怒喝，然后移动着那犹如小山丘般的身体，轰隆隆地化为一道光影，对着远方逃遁而去。他虽然体积庞大，可却并不是傻子，现在的这种局面，留下来怕是难逃一死。这群人连天毒蝎龙兽都是能干掉，更何况他。望着那远远逃遁的肥胖男子，小医仙也是微微一笑，身形一动，出现在萧炎等人身旁，低头望着地面上天毒蝎龙兽那庞大的身体，道：解决了。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旋即轻松了一口气。这天毒蝎龙兽的确很难对付，若是没有地妖魁与天火尊者的话，以他的实力，除非使用佛怒火莲，恐怕很难真正的将这大家伙击杀。那边速度取走需要之物吧，这边战斗的动静太大，难免会引起洛神剑内其他凶悍魔兽的注意，到时候若是一个不慎，又会是一场恶战。小医仙轻声道：这洛神剑内的毒物都是凶气凛然，稍有实力的都不会是省油的灯。萧炎赞同的一点头，手掌对着天毒蝎龙兽的身体一握，一股吸力便是暴涌而出，将之徐徐地抬起，然后悬浮在半空之中。瞥了一眼面前的庞大尸体，萧炎面色略显凝重，手印一变，那巨大的碧绿火狼便是爆裂而开，化为熊熊烈火，将天毒蝎龙兽席卷而尽。恐怖的高温霎时间弥漫而起，连周遭的空间都是出现了阵阵扭曲之感。在琉璃莲心火的炙烧间，天毒蝎龙兽那庞大的尸体迅速缩小，皮毛、甲壳、皮肉皆是在那高温之下缓缓地变得苍白，最后尽数化为灰烬飘散而下。望着那在灰烬飘散下体积迅速缩水的尸体，萧炎脸色却是不变，反而是加高了温度。他所需要的是天毒蝎龙兽的精血，这种精血唯有经过淬炼煅烧方才会出现。在这等高温之下，天毒蝎龙兽身体表面的鲜血也是迅速蒸发，那些伤口处的血管也是变得苍白起来。
伴随着琉璃莲星火温度的持续升高，天毒蝎龙兽身体也是越来越小，到的后来几乎只有了半丈大小。而这个时候，天毒蝎龙兽已经是变成了一团血色肉球，不断的在碧绿火焰之中旋转。萧炎掌控着火温，片刻后屈指一弹，那血色肉球顿时崩裂开一道缝隙，一颗足有半个拳头大小的血色晶体闪掠而出，然后掠向萧炎。手掌一握，将这枚宛如鲜血般的晶体抓入手中，感受到其中那股磅礴的狂暴能量，萧炎眼中也是忍不住的掠过一抹欣喜之意。这七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总算是弄到手了。手掌轻轻地在晶核之上缓缓摩擦，旋即萧炎将之小心翼翼地收入那戒，目光一抬，顿在那火焰之内的血色肉团处，这里面还有凝聚了天毒蝎龙兽的强大精血。手掌轻握，只见得环绕在血色肉球之外的碧绿火焰顿时高速旋转而起，一股毫无规则的恐怖撕扯力在其中飞速成型，然后狠狠地挤压着那团血色肉球。伴随着火焰的狂猛旋转，那血色肉球是剧烈的颤抖起来，不断的左右旋转。而在这种旋转下，一滴滴略微有些显得偏紫色的血液缓缓地从肉球之内滴落而出。见到这一幕，萧炎嘴角也是浮现一抹欣慰，维持着这种撕扯力，然后逐渐地将那团肉球之内的纯净精血尽数挤压而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血滴落而下，那血红色的肉球也是逐渐地浮现一抹苍白之色。这种苍白是一种了无生机之色，精血是魔兽的生命源泉，精血被抽离，那么也代表着生命也将消逝。苍白之色在火焰的高速旋转下逐渐的蔓延，约莫10来分钟后，肉球之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终于是悄然淡去。在最后一丝血色消逝的那一刹，肉球也是一阵剧颤，旋即崩裂而开，化为无数苍白灰烬飘散而下。望着那崩裂而开的肉球，萧炎松了一口气，目光望向火焰中，那里有着一团约莫拳头大小的紫红血液，即便是隔着老远，萧炎都是能够察觉到那从这些血液中弥漫而出的强悍能量之感。赶快收起来，这种精血对其他的魔兽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见到精血被萧炎成功提炼而出，小医仙在松气时也是急忙提醒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屈指一引，那团紫红血液便是飞掠而来，然后取出一个玉瓶，将之小心翼翼地装盛而进。药老先生，这便是你炼制你躯体所需要的精血，不久之后，你便是能够再度拥有肉体。对着一旁的天火尊者挥了挥手中的玉瓶，萧炎笑道。闻言，天火尊者脸庞上也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爽朗笑容，欣慰地点了点头。这么多年了，他也终于是可以再次拥有身体，同时他也能够再次感受到斗气流淌在身体之内所带来的那种舒畅之感。小家伙，老夫没看错你啊，这份恩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虚幻的手掌拍了拍萧炎的肩膀，绕示以天火尊者的定力，此刻心头也是有些激动。当初只是在绝望之际，无可奈何，方才将希望寄托在萧炎身上，但这最后的结果却是令得他相当的欣慰。萧炎微微一笑，沉声道：药老先生助我颇多，若是不尽心的话，萧炎岂不是成不仁不义之人了？天火尊者抚了抚胡须，由衷叹道：真羡慕你那老师能有这般优秀弟子。萧炎轻笑，也不在这个话题上说什么，目光在下方扫了扫。由于天毒蝎龙兽的死亡，这片区域也是变成了一片死寂，没有半点的一声。走吧，先离开这里，这边的动静太大，想必不久便是会有人过来查看，我们还是先走为妙。小医仙轻声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手指摸了摸那戒，大笑道：既然东西已经到手，那么接下来便该是最重要的事了。话音一落，萧炎手掌一挥，率先调转身形，对着洛神剑北方急掠而去。其后小医仙在带上星兰之后也是迅速跟上。随着萧炎等人的离去，这一片区域也是再度变得寂然而下，唯有着地面上那巨大的深坑，表明着先前此处所爆发的那场惊天大战。